相戀了4年，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裡。许仙跟白蛇談戀愛。你们不是相戀了4年嗎？這個期間你又在跟另外一個男生相處？沒有啊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沒有啊，是後來在朋友的婚禮上才認識他的。那又是什麼時候呢？12月份的時候。就沒幾個月啊。現在這個人對我挺好的，而且他的思想很成熟，我覺得我們有共同的目標。收入如何？現在在籌劃自己開公司呀。個子呢？1.78米的樣子。帥還是不帥？還可以。小飛好像沒讀大學，是不是？對。那個男生呢？他從國外回來的，主要是他對我的家人很好，就半夜的時候我姑媽病了，他工作到很晚，什麼話都不說就過來，就把他送過去了。這些我也可以做到啊。你只知道跟着我，全部都是我一個人在努力。舉個例子。我天天做家教，從早上9點多鐘一直到晚7、8點，有時候連車都不搭就走過去的。他天天只知道跟着我，就監視我的生活，完全。保護你還是監視你啊？監視我的生活，什麼都不讓幹。我是在保護你，知道嗎？你在清吧、餐廳彈鋼琴的時候，我看到有人對你摟摟抱抱，給你送花。什麼摟摟抱抱？別人只不過是跟我講話而已，是你自己要想的這麼誇張。
再說我去你在那里那里不是弹钢琴，工作吗？别人听得懂吗？啊，听不听得懂？我音乐吗？只是为了赚钱呀。他就在那里还把人家打了，那这不是有病吗？现在都没有人敢请我了。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？你说的是搂搂抱抱，他说根本就没碰到他，搂搂抱抱是必须要肢体接触的呀。别人跟我讲话，他就说别人对我有意思什么的。像我这样跟你讲话，我对你有意思吗？他就觉得我不能跟别人接触啊。会有这么严格啊？说来也挺可笑的，我们相恋了4年，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你这么坚持，但你连他家住哪儿你都没搞到手。他每次让我送他回去都是小区附近，我去学校呢，他只是让我在学校门口。他在网上发动态说他发烧了，我就二话没说去药店给他买药。到了学校给他打電話，他不下來，他讓他室友下來把東西給接上去。你感冒了不方便行動啊？當時別人說聲謝謝，我當時有種感覺，我像是一個送外賣的。也肯定是跟你說謝謝啊，他又不認識你，要跟你講什麼呀？我覺得我們相處了4年，我覺得他完全沒有把我當男朋友，因為這4年，除了他的發小知道我的存在，我覺得他身邊人都不知道我的存在。我本來就不喜歡把自己的事情到處跟別人說。這有什麼不好說的呢？我讓我身邊的朋友，我沒事跑過去跟別人說我跟你談戀愛呀。我跟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，都說了的，你是我女朋友，我覺得是一種成就感。不是，關鍵是你認為的4年的戀愛啊，有沒有戀愛的實質？有，每次呢約他出來的時候，他都不讓我去學校門口等他。要麼呢是在電影院門口，要麼是在我們相約吃飯的門口。因為他喜歡走我們那個荊州的城牆。我們每次逛完街之後，我們經常一走就是幾個小時，探討人生，探討未來。那個時候我真的特別的開心。開始的時候我是覺得很好啊，但是你只是會說呀，沒行動。對啊，他完全不努力啊，全部都是我一個人在工作啊。他去上班什麼跑業務，天天下雨啊，或者是幹什麼就都不願意去了，他就天天跟着我。小飛，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呀？裝修跑牆紙啊，就是向外推銷的那個。推銷哈。對，那個工作其實說起來也比較累，所以每次只要有空下來，我都會跟他打電話，然後去找他，但是他總是不冷不熱的樣子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？他？這樣你累什麼呀？天天都跟着我，你什麼時候去工作了呀？他不是跑裝修的那個？他跑業務的時候都是在外面跑，也不用待在公司裡，別人又不知道他幹嘛去了。他賺錢了沒有呢？沒有啊。出去吃飯、看電影，不都是我出的錢嗎？又不是每次都是你出，再說我賺的錢比你多呀。我現在為了你一句話，在深圳每天幾份工作，其實我每天睡覺的時間不超過5、6個小時。我為了誰？我也是為了你。你怎麼全部都推到我頭上呢？難道你自己就不工作了嗎？難道我就不辛苦嗎？我現在努力過呀。大3的時候那段時間，你不是經常回去比較晚嗎？你怕打擾你的室友嗎？我二話沒說把你接到我媽媽的家裡來，我們3個人一起其樂融融，跟一家3口一樣的。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很好啊。我覺得錢多錢少無所謂，只要開心就夠了。然後我媽媽也其實也挺喜歡他的。他第1天說什麼要買什麼東西或者想吃什麼，第2天我媽媽馬上跟他說。那你的父母對這小伙子呢？我是跟我姑媽在一起的，我當時上學嘛就沒跟他說呀。也就是說你沒有跟你父母親正面介紹小飛的存在。對啊，因為他又不工作又不上進，我怎麼帶他回去啊？帶回去我爸媽肯定也不同意啊，姑媽也不同意啊。所以你爸媽根本就不知道你曾經的有一段愛情跟小飛有關。我姑媽也是後來也知道一點，但是她覺得希望我以後過更好的生活嘛，因為我從小一直很辛苦，因為父母小時候離異嘛，就跟姑媽在一起住，姑媽也對我很好，我就覺得以後的話肯定要對她的家人好一點。我那個朋友的話就是對我家人很好，思想也很成熟，然後什麼事情都照顧周到，也不像他一樣就什麼天天跟着我呀，限制我的自由啊，反正就是什麼事情都想到我前面，我覺得就有個人照顧我。就這樣的男人挺可靠啊，對，靠譜。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會更理想。我不可靠嗎？我每天跟你送這個送那個，你是沒有告訴我你姑媽到底住在哪裡啊？你住在哪裡啊？我要是知道了，我每天也會這樣啊。難道我們之前說的都是假的嗎？假呢？小飛似乎不願相信這個答案，但是他心裡明白這就是事實。
4年裡，他心甘情願送外賣的呵護，荊州城牆上無數次來回的甜蜜，無端被女友隱瞞，卻無怨無悔的堅守。這一切的用心付出，如今換回的卻是自己的出局。女友，這個和他相守4年的人，現在卻成了他最看不懂的人。為什麼女友要欺騙他？他的心裡究竟在想什麼？接下來，小飛口中那些往事的回憶，能讓他找到答案嗎？我現在在深圳，我每個月的生活費不超過500，你知道一個500對一個男人來說是什麼概念嗎？難道我不是這麼過的嗎？我有時候連衣服都不買。但是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啊！剛開始我承認我不願意去深圳，我願意過小康的生活。我覺得錢多錢少無所謂，只要3個人在一起開心就夠了嘛。不是錢不錢的問題，是態度的問題。你完全就是沒有這種態度，就是不工作、不努力、不上進，還怎麼有以後啊？這2個人表述不一樣，但是我問問你，你覺得跟他相處4年，你認為是在跟他談戀愛嗎？對呀，我開始的時候是準備以後跟他結婚的，但是他沒有給我這個有未來的感覺。什麼時候你產生這樣的感覺？我覺得我跟他的理想不一樣，我喜歡奮鬥、有上進的生活，但他就喜歡安逸。我說了，我可以為這個努力啊，以後買房子。等你買房子我的錢買到什麼时候去？我哪怕我的錢不夠，我可以先找我媽媽借一點。我媽為什麼要找家裡人借錢啊？你自己不能努力嗎？你永遠都要靠你家裡嗎？你覺得在家裡什麼事情爸媽都安排好了，跟你做好了，什麼都不用做，你覺得挺好的。但是我不一樣，從小就跟我姑媽在一起寄人篱下。第一次进他家的時候，他兒子還說什麼：“這又不是我的家人，為什麼要跟我住在一起？”你知道那感受嗎？我可以為這個奮鬥啊！我曾經答應過你，你不是想要一個自己的家嗎？我現在努力，你多等我一會兒，我攢錢。你不是想要鋼琴嗎？鋼琴、房子都可以買，我們兩個共同努力啊！我是努力了，但是你呢？你現在才知道努力啊！你前4年都幹什麼呀？這麼長的時間，你怎麼不努力？好，聽了你們的傾訴，我們進入我們今天的減壓面對面。我問一下，你哪年他一句話讓你去的深圳？去年底。你什麼時候認識了這位英國海歸？12月份的樣子啊。首先啊，4年不許他知道準確的住所的門牌號碼，然後4年不讓所有的同學知道這個隱形男朋友存在，一個電話一句話把他支到深圳去了，這邊扭頭認識一海歸。哎呀，有一點小飛特別可貴，4年戀愛沒跟圓圓耍過心眼兒，稍微心眼活泛一點的男孩，我們都戀愛4年了，您住在哪兒都不讓我知道，每次約會跟接頭似的。許仙跟白蛇談戀愛，白蛇還知道變出一宅子讓許仙知道我住哪兒，你比白蛇還深。哎，圓圓，你什麼時候跟小飛提出了分手？就是斷斷續續的有跟他就這樣說過。正式提分手什麼時候？就是要他走的時候，我說你要是不努力的話，我們就分手。你一直在說他不努力，我想問一下，剛剛他說了深圳打3份工，1個月500塊花費，這個算努力的標準嗎？後來最後一次逼得沒有辦法了，他才出去的，又沒有堅持多久，天天就是給我打很多電話，還是一樣的，就想管着我，就看我幹什麼。你的意思，他到深圳去了以後，還不停的在用對，電話還是一樣的。監控你？我覺得真的是要努力工作，我肯定是知道的。但他這個樣子的話，我覺得他的心思還是沒有放在事業上面。那當初為什麼你會答應小飛？而且你們怎麼會認識到一個在高校裡邊，一個只是在普通的地方做工作？當初是一個朋友的生日聚會，通過我朋友加了他的QQ， 然後剛開始確實聊天他不怎麼理我，後來我把我的想法呀跟他說了一大堆，他開始慢慢理我，慢慢對我有了好感。小飛，你跟他說了你的什麼想法，他就開始理你了？我父母也是離異的，然後呢，我們有共同的經歷。我說過以後的話也要自己努力，創造一個家。圓圓說，最幸福的時候是2個人一起手挽着手，
在荆州的城牆上一起谈未来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时候，小飞用这双手抱着你，然后在你的要求下，小飞用这双手去深圳挣你们的未来。那麼小飞這雙手搬起磚養你，放下磚抱你，你想讓他這雙手是搬起磚還是抱你？他們兩個在我們看來似乎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兩個人，之所以能走到一起，第一是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家庭背景，第二是因為在一起的時候，小飛首先給了一個藍圖，說我要給你一個家。基於這兩點原因，他們兩個嘗試着在一起。那麼在這4年的過程當中，作為小飛來說，他其實已經努力了，但那是在小飛的對家的定義上的努力，不是他對家的定義的努力。並不是說圓圓又要他抱着我，又要他去扛磚。我有我的生活，我有我的工作的時候，你作為一個男人，你也應該去工作，而不是時刻盯在我後面，甚至去打了我的客人或者怎麼樣，給我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擾。他說了一句，後來都沒有人請我工作了，你都沒有能力來給我一個家養我，我自己養自己的時候，你還把我養自己的這個機會給破壞掉了。關鍵小飛，你愛的方式可能對他來講是一種捆綁，因為你是看管式的愛，看管式的有時候就不叫愛。其實你們沒明白，不是努力程度的問題，是理想不同和感覺不對。理想不同就不用說了，所謂的感覺不對，是這個女生就是喜歡那種在事業上眼睛放着綠光、有狼子野心之人，而不是娘娘唧唧一天到晚戀這個女人的人。而他恰恰是一個很戀老婆、很戀家的，他在他那個程度是努力的，但在這兒還完全夠不上。我們不要指責女方去選擇自己所謂殷實的生活，那不是嫌貧愛富。第一，他在自己個人生活的時候，他靠自己的努力做家教等等，想改變自己的命運。第二，因為他的家庭生活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寄人籬下，父母不管自己，所以他想要有一個現實的生活給自己作為保障，這一點錯都沒有。我們也不要指責男生不努力小富即安，因為每個人選擇人生道路是不一樣，錢夠用就可以，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指責他。女生如果說你要是有問題，你有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很重要的就是，你談了4年戀愛，男生從未走進過你內心深處，你是給過他機會，你是跟他說你努力你努力等等，就像周小鵬老師一直在問你，你有沒有明確的跟他說過？你沒有。其實真正明確的分手你沒有說過，乃至於這個海龜的出現之後才是成了最後的你的決斷，這很不好。你哪怕是老早就跟他說，我就是看不上你，你和我所夢想的生活相差太大，你再怎麼努力你也夠不上，你讓他死了這份心，你沒有這樣做。實際上這男生就是一備胎，一個很積極的備胎。第二，對於家的概念的理解，你認為一定要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家。
躲躲藏藏，一直在反复的推销，这是你最大的悲哀。但是切记，如果跟这个现任的男生好不成了，请不要再回头来找他。我觉得他和小飞之间目前的差异，并不仅仅只是他的努力能否达到他的物质追求的标準和程度，還有一點，他們倆的精神層面完全不搭嘎。對啊，因為我平時就彈給他聽的話，他有時候就睡着了呀。那如果彈給你這位海龜先生聽，他會用心的聽啊。他是假裝的用心，還是真正的用心？反正是不是假裝？起碼的話就是說，他不尊重我的愛好，也不尊重我的事業，他就覺得我出去彈琴很丟臉什麼的。這麼多年，他可能連我最喜歡彈的曲子他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嗎？什麼流行歌曲吧？你流行歌曲，我從來都不彈流行歌曲，好不好？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但是我想問一下你，你知道他愛吃什麼？你肯定知道。知道，吃呀是辣的都可以。然後烤翅啊，還有肯德基都喜歡吃。他喜歡穿什麼顏色的衣服？黑色的。他的生日是什麼時候？1990年。幾月幾號？他跟我說過一次。你沒給他過過生日嗎？過過生日。4年了，4年了。他跟我說過一次。 4年沒過過生日，連生日都不知道幾月幾號，你談哪門子戀愛啊？你天天看住他有什麼用啊？這讓我徹底改變剛才我對女生所說的那個話，就是他沒有熱熱烈烈的愛過，其實你也沒有，你也沒有。我本來以為你是對他一心一意，只是自己的能力達不到他的要求，其實你不過是想要佔有。我再問一下你，你是不是太緊張了？對。你跟他過過生日嗎？過過一次。4年就一次？對。哪一年？10年的時候。為什麼後面不過？後面他就是斷斷續續的呀，中間還吵架的，就沒有過了。那個生日是怎麼過的？托我一個朋友，跟他買了一個很大的蛋糕，然後呢，在我們那個荊州的江邊鋪了很多的那個小花燈，然後我托我朋友去喊他有事，他過來了。剛好是晚上嘛，看不見，然後突然，燈光一開，很大一個星就撲在面前了。那是第1年，第2年連草都不見了。沒事，小伙子，不管什麼結果，好好的把握自己的人生，好嗎？好，接下來是時候大聲說出來。讓我牽住你的手，不再放開，讓我陪你走下去，苦樂相伴，感謝你讓我領悟，讓我大聲說出來。圓圓，其實通過剛剛說的這些，我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。如果你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，我也會為你創造更好的生活。雖然說我現在達不到，但是我會更加努力。請你接受我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，好嗎？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人能夠有追求，有目標，能夠跟我一起奮鬥，有更好的生活。我覺得應該更成熟一點。我不知道這樣再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很幼稚。如果你還是堅持要和圓圓想走到一起，你可以在選擇柱上按一下這個選擇鍵。如果你覺得好吧，就這樣吧，你就可以轉身離開。聽明白了嗎？聽明白了。好，升起選擇柱。
走到了今天。本节目呢是由海伦凯勒眼镜特约支持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位倾诉人，听听看他的压力又是什么。先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他压力倾诉。一个男人陪着一个女人去医院做那种手术，并且那个女人还是他的前女友，这不明摆的事儿吗？我现在给他打電話他也不接，給他解釋他也不聽，現在他絕對是誤會我了。26歲的琳琳和27歲的海濤。好了，压力指数呢停止在55%，刚好过半的观众认为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倾诉人琳琳和海涛请上场，欢迎你们。今天有什么样的压力说出来哈，琳琳，你一直在觉得他挺多情，你还是忘他呗。琳琳，其實你真的誤會我了。我是誤會你了嗎？就在上周的星期四，你知道嗎？他跟我約好去看電影的，電影票都買好了，可是他就接一電話，轉身就把我扔那，他就走了。扔在那兒。然後他告訴我，他說是那一朋友叫強子嘛，他夫妻吵架了，他去勸架了。可是很不巧，我就碰到強子媳婦兒了。他告訴我，他那段時間是回老家了嘛，壓根就沒在北京。你說他上哪兒去勸架呢？可是他撒謊啊。琳琳，其實我就是怕你誤會，這事兒沒法跟你說。那天是他給我打電話，你就直說是劉正就行了嘛，你前女友幹嘛一直是他呢？對，那天是劉正給我打電話了，他當時在醫院讓我去陪他。你讓他去醫院陪他做什麼了嗎？做的是人流手術。那你說那不是他幹嘛陪他？別，一事兒說啊，前女友在醫院裡頭。希望海濤去陪，那你又說他是做人流手術。是啊，你問他是不？劉真她當時真的在醫院，她在醫院，她本來和她男朋友約好的去醫院做手術，結果那個男的可能是害怕了，就躲起來了。他一個人在醫院就挺害怕的，讓我過去給他壯膽。你就挺身而出，我就覺得他挺可憐的嘛，就編了個謊，沒告訴他。幹嘛值得你可憐呢？因為她男朋友該幹這事啊？因為他們是破鏡重圓了唄。重圓了嗎？藕斷絲連呀。不是，那孩子是你的嗎？那孩子真不是我的。不是他的，他幹嘛陪着去呢？孩子真不是我的，你老擔心這孩子是我的。你說我都跟你沒有孩子，我怎麼可能跟他有孩子呢？你跟他，這邏輯是，讓我捋捋，你跟他沒法有孩子，還是沒來得及有孩子？完了，那個孩子於是就跟你無關，這有這樣的說法嗎？都是你自己的猜測而已，根本就沒有。你想想，那麼多人他都不打電話，就給一打，而且一打吧，你就那麼快的就奔過去了。人家都這樣了，我怎麼能拿這種事開玩笑呢？我說你打電話讓他親口說是不是你的？這種事也不是什麼好事，你說是？你還拿到人家私人的事在這兒來說，就沒有的事。那沒有事，你那麼着急，會產生更多的誤會的。他不敢打，他就是他的，他才不敢打的呀。咱信口說說就得了啊！你要是在對簿公堂的時候，你這有罪推論呢，這事啊。對，琳琳，這個事我跟你說就沒必要打電話，你想的太多了。敢不敢打？前提是，我就沒必要打這個事，
就没有的事儿，特别有必要。你问问主持人，你说能没必要吗？你看他老一直这样误会我。如果说今天为了证明这个事情确实与你无关，节目做完以后私下对证一下，在电话里也好，当面也好，你可不可以做到这样一点？既然这样说，我就想能不能有一个请求，然后我也想得到清白，因为每天因为这事行，打了不播。就是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和電話給抹掉？因為不播這一段就給你不播。那這個可以，這樣的話他就心裡就不會再。可以嗎？可以。對，可以。只是問一下，不用打，不用打，不用打。我覺得在我們這麼多人面前，他有了這個態度，他起碼是有底氣，他才敢這麼做的。我覺得就說是正因為太大了，那我得弄清楚，是吧？你要是真的你們想和好了，那我可以。我們回到事兒上來說哈，你就那麼着急的去到醫院去陪護你的前女友做人流手術是嗎？對對，是的。他是什麼反應呢？感激涕零，哇，你終於來了，我心裡有了支柱，還是怎麼着，抱着你哭泣？也不是，畢竟已經分手了嘛。分手多少時間了？分手了快7、8個月了。我就是在醫院陪他，陪完他之後我就回來了，我就告訴他以後多注意點兒，也沒什麼。我又牽扯不了太多，因為我現在也有我的女朋友，我不可能跟她說太多。你們倆談了多久了？他跟女朋友分手1個多月吧，之後我們是在那個旅遊圈裡面去參加活動的時候，我覺得就他挺會照顧人的嘛。我那次摔傷了，他就挺會照顧我的，而且就是有什麼事兒的話就會幫助嘛。我覺得要是有這麼一個男朋友來幫我，就是對我這麼好的話，我肯定是會很幸福的。他可不是這麼多情嗎？他該幫你。但是我沒有想到，就是他對所有的人都會是這樣，而且每次我跟他的朋友的事情、朋友的事兒放到一塊兒的時候，我都是次要的。我不在他心中根本就沒有一個重要的位置。位置，琳琳口中的這2個字有着特殊的意義。她就像一張晴雨表，無時無刻地指示着她的愛情，證明着男友對她的愛。可是，電影院說走就走，前女友的摻和，還有那些不受歡迎的朋友，為什麼這些人和事總能將男友從自己身邊搶走？為什麼在她看來如此重要的位置，到了男友那兒卻模糊不清呢？答案只有一個。那就是她在男友心中根本沒有重要位置，而接下來那些讓她記憶猶新的傷心往事，正是這個答案的最好佐證。劉商他那次去香港的時候，回來的時候就買了那麼一大箱的禮物嘛，什麼劉梅的書啊，王哥的藥啊，還有那什麼強子媳婦兒的那人就是夫妻的那巧克力啊，還有他們公司那小職員都有禮物，就我就那麼一小瓶那香水，據說我那10塊錢那種。不是，那回來之前我不是給你打了一電話嗎？我就問你，琳琳，看你需要點什麼，我明天就回去了，我給你帶上。然後你當時說什麼都不需要，你只是說那個香水快沒有了。然後我就心裡想的就是說，你需要什麼你可以直接告訴我，你說咱倆之間還有什麼可以不說的呢？正因為我們是男女朋友關係，不是普通的朋友，我才不會去要那些禮物。而且在我的心裡，我要一個位置，要一個心，我讓你把我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。那麼你既然跟我是男女朋友，你就肯定特別的了解我。我這段時間我需要什麼東西，是吧？是這樣的，我不是說，哎，我要一個什麼什麼的東西，哎，你趕緊給我買回來。這個不是男女朋友所要的東西，那是普通的朋友。讓你排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父母、朋友、兄弟、女友、前女友，怎麼排？第一個排什麼？排誰？第一排我的愛人，他是吧？對，他是第一。對。第二排誰？第二排我的父母。父母。第3呢？就是朋友。朋友。第4呢？第一反正是愛人，是吧？老師，你別聽他的。其實，在他那兒的時候，就是連朋友都不如，就這一類的事情特別多。就有一次我們在那個西單商場嘛，逛了他去接電話半個多小時，我在那試衣服呢，但他看都不看一眼，掛了一會兒又打，掛一會兒又打，3番5次的去，就這樣嘛。接完電話之後，後來就是說又去了，就是走的時候說我有事兒走了呀，我還在試衣間呢，他就走了，後來就好長時間之後他再回來。那天我確實有急事就走了。多急的事啊？那天我的呂友群的一個朋友劉小麗
因为我平时在驴友群里比較活躍嘛，他們有什麼問題老是問我。然後他當時電腦壞了，在那邊挺着急的，因為他電腦裡有他一些客戶的資料。然後他在那邊電話裡都快哭了。反正我倆逛商場，不是以後機會也多的是嘛，趕緊處理正事要緊。朋友的事情都是正事兒，但是遇到我的事情全部都是次要的。反正跟女朋友逛街次數很多，小麗電腦就壞這麼一回啊。因為他們習慣性的有什麼問題都老是都愛問我，特別相信我。之後我們就是交流的時候吧，他讓我總是去理解他。我說行，朋友不是都是互相幫助嗎？或許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，他也會來幫我們，是嗎？我們交往不久的時候，他說要開一個店面嘛，然後我們就湊錢，湊的時候就還剩下2萬塊錢，實在是湊不到了，沒辦法了，就跟他的那個朋友齊飛去開口了。開口之後，那朋友就說了那麼多話，後來就2字兒：沒錢，借不了。他也許他有他難言之隱。之後我們就大家朋友一會兒去聚會的時候，他那個老婆就在那炫耀他那個最近的那個結婚紀念日，老公送給他的那顆鑽戒。我說你幫朋友的時候你沒錢，但是你買那麼一大顆鑽戒你都有錢，這不是人家就沒把你當朋友嗎？是嗎？這也不一定啊，人老婆鑽戒的事是頭等大事，對人家來講。你就是想多了，可能他老婆就是為了就是想炫耀一下，然後鑽戒拿出來什麼的，其實那跟就是借錢沒啥關係。但是放到他身上的話，他會怎麼做？說我會盡力的去找朋友，再借錢都可以，但是我要借給這個朋友，他會這樣做的。他是個好哥們兒了。但是這種好人是有度的，你說是不是？不能說是我們的日子還過不過，只為別人而活着嗎？這是這樣的嗎？好，聽了你們的傾訴，我們要跟4位嘉賓交流，進入我們今天的減壓面對面。你跟前女友分手什麼原因？他劈腿是吧？對，是的，對。劈腿是個很簡單的事兒，就是說你發現了你無法容忍你就分手，但你卻是說實在沒有辦法才分的手，是不是說你嘗試還原諒他劈腿的行為？對，中間我有你原諒了他，是不是？沒有原諒他，你不原諒他，所以分的手，你提出的。不是，他有男朋友了呀。哦，就是說你已經把這個事兒戳穿了，兩人已經談出來了。對，他已經有男朋友，他劈了腿了，出了軌了。對，然後你呢？我就不跟他聯繫，他老主動聯繫我。他還主動聯繫你？對。他為什麼主動聯繫你呢？他都分了手了，你們倆都。那種分手也就是沒有，就是說的太那什麼，但是我絕對提到這事兒了。哦，就是你沒有明確說，你看你對不起我，你背叛了我，我們分手吧。沒有，你只是一昧的躲着不跟他聯繫。對，所以他又老纏着你。對，他纏着你是想要復合嗎？也不是，然後後來就是他，他纏着你不是為了復合，那他說了什麼呢？不，你沒有問他嗎？你都有男朋友，你找我幹什麼？你問過嗎？我沒有問。你這個也沒有問。然後他找着你，你們在一起還聯繫？他就是特別無聊的時候就會跟我聯繫。那你搭理他嗎？我看我的情況，然後你看什麼情況？他說什麼我就聽，我也接他電話，我也不是躲着不接啊。他其實說的那些都挺不重要的，反正我就覺得現在你也有你的男朋友了，我也有我的女朋友了，然後呢，就這樣，反正就是中間有一些聯繫。我怎麼覺得海濤在說起這些事兒，怎麼都支支吾吾的哈？不是，我覺得他說起這些話，要麼我覺得他好像是在編一些什麼事兒，要麼就覺得心裡虧着什麼事兒。情感關係特別混亂，他捋不清。對，跟這個也好，跟那個也好，他完全不清楚。是這樣，他呀是個大哥，他應該是大哥的女人，但是他沒有做大嫂的胸懷。他一些朋友的朋友，還有就是說不認識的一些人，還說要找他幫忙，他也去。朋友的朋友。對，我呢有時候就是他一跑腿的。你之所以這麼喜歡幫助別人，到底是因為什麼？不會說拒絕，其實你也不願意。對，但我心太軟。對。其實我本能我是不想幫的，但我沒有辦法，我要去幫。對。那你為什麼會有道德綁架呢？你自己都不願意幫，你只是因為自己心軟，不會說出拒絕，你為什麼要求他也這樣呢？在我心裡，其實我已經把他當成我的親人了，當成親人來使喚。也不是使喚。他可不是親人，他還沒嫁給你呢。
你做义工吗？去養老院照看老人吗？对，经常做一些公益的活动，比如说就是什么环保活动啊。你1个月去几次啊？1个月最少有1次。只要他有时间，他就会去。哎，你了解慈善吗？我觉得能帮就帮，就是有些事儿付出不一定是非得求什麼回報的，人與人之間肯定得真誠相待嘛。對。我在想，你這麼樂於助人，你得花時間去做。你本身是幹什麼工作的？我現在是做美容行業，是做那個點穴減肥師。因為我的工作時間挺自由的，然後一天就工作2個小時，所以的話，他們經常有些什麼事兒啊什麼的，就老喜歡跟我說。同樣是那個例子，我要你過來幫我修電腦，恢復資料，你跟他約好了去看電影，你會怎麼選擇？我可能就會選擇過去幫我。對，如果你選擇了不幫我，依然在那兒看電影，你認為我會怎樣？你跟我說，我跟我老婆約好了去看電影，沒辦法，哥們兒，我幫不了你，要不然你等我看完電影回來以後我再幫你。你認為我會怎樣？每次朋友跟我說有什麼事的時候，我都不會告訴我朋友我在做什麼，只是我先聽他們說。也就是意思是說，當我跟你發出請求的時候，你這個時候很為難，你不會說出為難的原因。對對。你為什麼不說呢？也許朋友會體諒你呢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心太軟，老感覺人家有事打電話找我。這是實實在在原因。我為什麼不說？他為什麼不說？他需要被需要。對，他根本不是說自己心軟不會拒絕，他很享受幫助別人來實現個人的價值。他在北京沒有根，他的根在老家。這個歲數的年輕人在北京，身邊是沒有親人的，他的安全感從哪兒來？他的溫暖從哪兒來？還有價值感。所以大家抱團取暖，他還組了一個群，他是那個群的生活委員。我覺得我已經好累了。海濤，咱能不能下次，當發生為難的問題的時候，訴說一下自己的苦衷？你就說我這個時候我老婆病了，或者是我家裡有什麼事兒，我晚點幫你，或者說沒辦法，你要借3000塊，我沒錢。可能就是這樣習慣了。我在旅友群當中，朋友圈裡都是有這樣的一個形象。然後，你為了完成這個高大的形象，你累不累？我感覺幫了別人，我很快樂。你不累？不累，對。哦，你很快樂，身心愉悅中。就說你習慣了做大眾偶像。可以這樣理解吧。那如果找不到一個女人跟你一樣做大眾偶像，做夫妻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可能每次遇到這些事想的都非常簡單，沒想那麼遠，我也沒把人想的那麼複雜。那你現在我們跟你說了這個道理，你認為要不要想？我還是覺得我幫別人，不管別人怎麼說，我覺得無所謂。不，我所指的是怎麼更好的幫到別人。好吧，你就是個爛好人。就是他可能樂此不疲，咱們就跟這姑娘商量商量。你的存在，你對他的需求，並不能讓他覺得充實。他必須去做別人的大哥，他才能覺得自己有價值。所以，當他不得不用去幫張三、幫李四這樣的行為來自我充實的時候，說明你這個女朋友的形象對他而言並不足夠。不然的話，因為你的存在，他有足夠的榮耀感，他犯得上去幫張三李四，來讓自己覺得自己活得特別有價值。海濤，你有存款嗎？可以說是沒有。如果今天節目一旦播出，對，有人找你幫助借錢，你給嗎？
我感觉跟他说不明白。他是把帮助当成事業了。你为什么非逼的人家要跟你的想法一样呢？他保留他这种想法不可以吗？他这是不对的。你认为的不对的呀，是你认为不对，是你认为的不对。你认为对吗？但对他来讲，我认为你认为对吗？我认为不对和他认为对。我问你，你认为对吗？我认为不对，可是他开心啊。所以你放弃了努力，我还要努力，可以吗？他认为对，可以吗？我要努力，可以吗？你放弃了，我要努力，可不可以？我就希望能够尽我所能，能够帮他点通一下。所以咱们跟说的明白的说吧，姑娘，干脆跟他再见。社会需要他，他滿足得了社會，滿足不了你。所以海涛想問你，到底是要幫助別人，還是要自己的媳婦兒？朋友和愛人就沒有什麼衝突，你幫朋友。那現在已經發生衝突了，你的愛人不讓你這樣做，或者是說你適當的做，可以嗎？如果不可以，那我們只能說，你想做個好人，你就做個完完整整的好人，別招惹愛，行不行？因為為什麼做你的愛人真的很累？我覺得那些找你幫忙的人，說句實在話，挺殘忍。明明知道你這個人是不忍心說拒絕的人，還什麼事兒都找你，這什麼朋友？現在女孩聽見她1分錢存款都沒有，都還沒走呢，這女孩多好啊！是這種人才最需要幫，最可憐的是這樣的人。問你呢，是單身做你的好人去，受到哥們誇你好人，還是要媳婦兒？到底要哪種？今天必須選出來。兄弟啊，如果我是你的朋友，你以為我會讚美你嗎？我不會讚美你的，我會發現你是我不必要付出太多成本就可以使喚的一個人。他在心裡會輕視你，你是個免費碎催。對，別自我陶醉了。聽得懂不？聽不懂？剛剛雷老師這番話聽得懂，就是我沒想那麼多，我就是你必須要想，一天你長腦子幹嘛的？我知道你以前沒想，就今天講完以後，你現在此時此刻有沒有在想？你確實錯了。我覺得我沒錯，因為我對我的朋友還有琳琳都是一樣的。不說了，不說了，不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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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他該怎麼做，他想怎麼做是他的自由，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，自我定位的價值觀不一樣。那這個時候好好想想，看看待會兒在密室當中和琳琳該怎麼對話，該怎麼爭取，好嗎？好的。琳琳自己想怎麼選擇，勇敢的選擇，好嗎？好，接下來我們進入大聲說出來。讓我牽住你的手，不再放開，讓我陪你走下去，苦樂相伴，感謝你讓我領悟，讓我大聲說出來。海濤，我覺得，在我們相處的這段日子裡，我還覺得你還是一個好人，但是我總覺得，畢竟要有一個度。既然我沒有辦法去改變。
我们的愛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點？在友誼和愛情之間遲疑的愛人，我不要；不能包容我愛人的朋友，我也不交。